Hello，宝贝们，这一节课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讲解的是水彩的几种基本的操作技法啊。其实，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们有涉猎到水彩基本的操作技法当中的一部分啊，比如说像是勾线条，比如说像是这个取渐变色，对吧？取透色、取实色这种。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能用到哪些技法呢？那么这一节课程我们主要是把剩下的一些技术技巧来给大家带到。那么这些技法会在我们做晕染呀、做彩绘当中，都有会用到啊。所以说，我去举几个这样的例子啊，随便找一盘就可以，可以是这样的彩绘盘哈。然后拿出水，还有狼毫笔。首先的话，我们第一个讲到的就是最基本、最基础的一个，就是平铺啊。我们首先要第一个了解到的就是颜色，我要学会平铺，对吧？就把一个颜色在甲面上给它铺开，这个就叫做平铺。我们会在指甲上和在纸张上分别给大家进行演示啊。在纸张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要以在甲面上操作为准啊。因为之前老师讲过，因为在纸张和在指甲上，它颜色毕竟风干的速度也不一样。第一个平铺平铺的话就是指狼毫笔在洗干净之后，我取一个什么颜色呢？我以这个绿色为准啊，取一个这个绿色，它的取水量是适中的。然后我们把一个颜色这样倾斜在一会儿倾斜在甲面之上，然后压着笔，不要是把整个笔都完全压在上面，而是稍微有一点点倾斜角度这样一个方向，或者说是不同方向可以是这样画直线，也可以是这样画括号，或者是这样打圈圈不管怎么样，我们能够把这一个颜色给它完整的这样去揉开这个技法就叫做平铺，好吗？这个都是把一个颜色能够在甲面上平铺开来的一个技巧那我们操作在甲面上的这个，再来给大家进行演示呢，我们还是来到这个绿色这种平铺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看你是要做大面积的晕染还是小面积的事实上我们这个颜色它是一个小面积的添加还是大范围的一个渲染了，那这个就要涉及到取水量多少了这一节的话我们就要看它的一个实际操作看实际情况去决定的那我们来取一个适中的量就可以取个1/2的取水量，然后再来取一下颜色到甲面上你看我这样是揉一揉揉一揉，这一层相当于是这个颜色我放的是比较透比较浅的，对吧？那种感觉的。那如果说我多去浓一点去蘸上去呢这一点铺，这么去铺，这么去铺横向去铺，是不是都可以就是我们不管这个笔是这样去打圈也好，横向去也好，还是说这样括号型也好，都行只要我们能把这个颜色铺开。但只不过如果你是这样横向去操作的情况下，对吧？哪一个你适应咱们就用哪个就行了这个是第一点那么我们再来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叫做揉边。揉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把一块颜色上去之后用另外一支干净的笔把这个边缘的颜色去给它打开可以是先画这样一点之后，对吧？这样随便的画一个之后，然后另外一支笔去给它洗干净。好，洗干净之后吸一下然后稍微再蘸一点水分，对吧？把它的边缘的颜色在纸张上可能它这个稍微这样边缘这样给它打开。这样把它颜色打散或者说是往外去延伸这种方法的话多见于我们做晕染的时候会经常用得到揉边这个动作那来我们操作在指甲上来的话，这个可以怎么去演示还是这个绿色这样的一个技法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实际情况的话，会根据到我们的取水量的变化以及取出来的颜色的浓度不同啊，晕出来的效果也会有细微的差别哈。然后啊，我们另外一支笔啊，它是比较潮湿的状态啊，水量并不是很多哈。然后我们把它边缘啊，边缘打散的时候怎么打散啊？一定不要把笔完全压下去，这样你会把颜色你看吸出一个边界线出来啊。我们要把边缘小范围的啊，小范围的这样给它往外去拖拽，这样去揉啊，会把颜色这样给它怎么带开。然后这一方面是不是稍微这样点一点，揉一揉啊，把它颜色这样轻轻带出来。然后如果说是我们在做这种晕染的情况下啊，多数来说它会什么？不仅仅说一个颜色要揉色，它会涉及到多个颜色去添加、去揉颜色，对吧？它也有可能是做那种线条，然后去揉颜色啊，这些我们都是可能会遇得到的。首先我们就先来说这一个颜色的，一会儿我们要涉及到2个颜色的啊。假如说刚才我取水量不是会多一点吗？啊，这回我来一个取水量少一点的，比如说。一般来说，我们做出这样的啊，我这个拿的是10色盘，所以它颜色有点重啊。比如说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说是用另外一个是笔，也是啊，潮湿的状态下呢，笔尖轻轻去蘸一点水，就是有的时候它适用于什么啊？就是不想让这个边界感特别明显。在我们做完一个款式，它的水痕特别严重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一点去做处理啊，就是笔尖洗干净，但是我们要保证到的一点是什么？洗这个颜色的啊，晕颜色的这支笔，它始终要干干净净的。如果我们操作的是就是洗掉水痕的那种现象，但凡你洗了一会儿之后，你这支笔上面就沾上颜色了，那这样情况下我们就再去晕，它还会有水痕，它拖拽出来的是颜色比原本颜色要更淡的水痕。那我们想让这个水痕尽可能的完全虚化掉的情况，我们就不断的要让这支笔清洗干净，让它始终保持一个非常干净的一个状态啊。这样的啊，揉一揉，你看这个时候会有颜色拖拽出来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需要再洗一下笔了。洗完笔，然后时刻到这个干净的纸巾上吸一下水分哈。这样的一个效果。它就完全把那条边界线给它带没了，对吧？就完全是这种啊，这种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揉边的一个技巧啊。然后把它擦掉。刚才有跟大家说过，这是一个颜色的，对吧？那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个多个颜色的，那它可以是有这样的2种方式，一个是接色。接色顾名思义就是2个颜色相衔接。来，比如说我们取一下黄色啊，接色是分为2种方法的，一个是干接，一个是湿接。湿接的话就是趁什么？趁它这个颜色还没完全干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把2个颜色都取好啊。趁它没完全干的时候，马上把这个颜色放进去，它2个颜色会有一个融合。趁我们的这个黄色还没有完全干的时候，它会把这个红色啊砖红加进来一点，对吧？2个颜色会融到一起去。然后如果说你觉得它有衔接不自然的地方，我们把笔稍微洗一下之后，在中间轻轻的这样拍一拍啊，拍一拍，它2个颜色就接到一块儿去了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叫湿接法啊，就标注一下就行啊。既然有湿接法，就肯定有干接法。干接法的话，那也就是顾名思义，我们把一个颜色先画上去之后，等待它干掉啊，等它干掉之后再去接下一个颜色。然后还是取这个红。干掉了。干掉之后，然后我们直接在它旁边啊再来一下，然后你看它互相叠在一起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覆盖过去，而且这个边缘线会特别明显，对不对？那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这个
啊，把笔洗干净啊。洗干净就需要稍微把笔在上面小小的走一个什么形状呢 ？Z 字形啊，轻轻的这样去看，这样去揉，这样去揉，然后再到这个衔接点地方，我们再洗一下笔，轻轻点一点，哎，它两个颜色就可以衔接起来了，是吧？这样的一个方法啊。那如果说是我们在实际上指甲在操作当中啊，也可以是两个颜色就保持着一个边缘线啊，另外一支笔就随意的在上面这样走一走、带一带就可以了啊。实际还是我们要去看款式的啊，就这个颜色画完之后，另外一个颜色放上去，中间随意的走两笔，让它就有那种互相交错，然后又没有完全晕到一起的那种感觉啊。要看款式去实际操作啊。那我们现在来操作在指甲上，给大家看一下啊，两种接色的方法。还是这两个吧，还拿黄色和红色来啊。那湿接法的话，明显就是我们笔毛上的取水量要稍微大一点，对吧？它才能说半天它才不干，对不对？这个时候另外一支笔啊，取一下红色。另外一个颜色的话呢，也得是含水量比较多一点。哎，我们给它晕进来，看到吗？两个颜色会有交融的地方，会有融汇的地方。然后的话，我们把笔啊，其中一支笔洗干净。如果你觉得它晕染不够自然的情况下，稍微点一点，点一点，轻轻去点啊，拍一拍这种动作哈，这种就是一个湿接。那如果说是干接的话啊。湿接的话，其实还有一种作用，就是说什么呢？我们有的时候在晕染当中也会运用到，就是单个颜色，你也可以利用到这个湿接法啊。什么意思？就是先在甲面上，你可以先去铺一点水，这个在水彩当中也叫做湿画法啊，就是趁着纸张还湿的时候，往里面去点染这个颜色。就是先把这个面上铺上水，然后趁它还里边有水分的时候，然后把颜色这样加进去，看啊，这种画法啊，那这种画法需要用到的水分比较多，所以我们基本上用这种画法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什么？离边缘线稍微有一点点距离，不要把水啊直接投到这儿去哈，要不然后期我们做处理的话会不太好处理啊。这种啊，它延伸出来的这个就叫做，我给它写下来啊。湿画法，或者说是点染啊，都可以，就是叫法也不一样啊，在不同的这个绘画的环境当中，不同的颜料可能它的叫法也都不一样啊。那在我们美甲里面的话，咱们这么叫就可以了啊，怎么叫都行。还有这个也给它写上啊，就是先把甲面打湿，其实在这个上面就是先把纸张咱们打湿，然后另外一个颜色，咱还是红色吧，这样去晕开啊，这样大家也能够理解，是吧？啊，是这样的。那干画法我还没有演示呢，是不是啊？你看一下它这个完事之后是这样晕开的啊，效果不太一样，也是常见于背景色的渲染和晕染技法。来啊，干画法、干接法，来找一点点黄色，我们铺上去。这个时候要求什么呢？笔毛当中含水量要少，然后这个颜料可以很快的干掉。这样的，你看我基本画完之后，这边缘线的这个位置其实就已经干了啊。你看我再去衔接一下红色的，你看它们两个在一起，就是边界线这个位置会特别明显，完全没有向一起相融的意思啊。我特意如果往这个黄色当中去带一笔呢，对吧？因为底下这个地方没完全干透啊，我们看上半部分，看这个部分。对不对？即便我这个颜色有深入到这个当中去，它俩之间边界线也很明显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干接色的时候的一个现象啊。那这种时候的话，我们通常有两种情况，我以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两个位置给大家做演示。一个是的话，我们可以说给它这样染到一起去啊，可以是轻轻的把这个颜色
红色带到这个当中来，黄色再往过走一走，带到红色当中去啊。这个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S 型啊。那这个 S 型可以是各种 S 啊，可以是从后往前画的，也可以是从上往下画的，反正就是各种绕 S、绕圈圈、打圈圈啊，就是这种啊，就这个颜色有点不太明显哈，我换一个。这种走向啊，就是这样的啊，有点像一个蚯蚓一样哈，各种啊，就这种笔法，然后我们利用这个笔法啊，把它两个颜色哈，这样给它融到一起去啊，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种现象是我们想让它是，两个颜色，像我刚才有说过啊，没有那么相融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把这个画上来之后，然后在旁边的位置啊，这样随意的上下去扫动它。啊，这样，看这种感觉也很好看啊，就是看上半部分啊，就是完全的给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手法去走的哈，这样，对吧？就给它带动这个颜色的啊，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好，这个就是接色啊，接色的话呢，就不得不说到混色了啊，就是。跟这个说是接近，但是也不太一样。接色的话是两个颜色，我们就是有一个平铺的这样的一个竖向、纵向的去两个颜色融接到一起。那涉及到混色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形状铺成不一样的啊，并且可能是多个颜色混搭在一起的。把它写下来。我先在纸张上来演示一下啊，这个混色我们怎么去混？比如说我们先取一个这个颜色，对吧？混色的一个技巧就是我们要趁它是湿的状态啊，手里面这个是湿的状态，然后来介入到另外一个颜色。趁它还湿着的时候接入到另一个颜色，当然也可以是再接入别的颜色，就是趁它还湿的时候啊，可以是2、3个颜色这样去叠加，这样它接到一起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几个颜色混合到一起的一种感觉啊。那如果是在指甲上，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也是趁湿。比如说这个通常也是在做晕染，或者是我在做一些国风彩绘，一些大款啊，有那个背景色的一个渲染的时候，我通常都会用这种方法。然后我们再来把另外一个颜色啊，把绿色衔接上去，衔接进去之后，它两个颜色会混到一起，就让它混啊。放心大胆的让它混。咱现在来教的方法啊，你先不要管我这个颜色搭配在一起好不好看啊，这样让大家看的比较明显。稍微这样，两个颜色这样会混到一起，对吧？这边它还没干呢，再来加个蓝啊，多个颜色。我这个方法的话，我在哪个款里面有展现过啊？在我之前有一个这个款里面它就是多色混色的一个技法啊，它里面有这样的肤色，有粉色，有紫色，有蓝色，这样互相混在一起的。然后在它两个颜色混在一起的时候，它的色彩会有变化，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课程当中讲过调色，对吧？粉色和这种紫色在一起，它颜色会产生色彩变化，这个是肯定的。那我们就让它有这个色彩变化，所以在背景颜色当中，你能看到的它的颜色就是多种多样的很多个颜色，但实际上我可能只用到了3种，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混色的一个技巧，就是趁它还湿的时候去把它染在一起，它会有自然就泼墨晕开的那种感觉，对吧？这种效果啊，那由它延伸出来，这个就相当于是大面积的一个湿接法了，其实对不对？那相对于那干接法延伸出来的一个这种啊，叫做什么？这个就叫做叠色了。叠色其实跟这个它俩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这一个颜色咱们先涂好啊，先上好了。
可能你在犹豫着我这个颜色上面我需要搭什么颜色的时候，这个颜色干了啊，我笔可能没太洗干净啊，不重要。稍微找一个这个肤色，我上面我还在想，我是搭黄色呢，我是搭绿色呢，我是搭紫色呢，就想的期间，这个颜色干了，上面我再想去加这几个颜色，我能加吗？可以加啊，加的这个只不过我们处理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我可以在这个肤色当中，假如说我就去加这个红啊，加这个红，那也是可以是相对干一点的。如果它是大面积的这个颜色干了的情况下，我的红色加水量会特别大的情况下，你会把这个肤色都洗没了啊，有可能。所以我们的这个水量不要太多啊，就直接把它叠在这个上面。其实这种就是属于是叠色啊，这种其实我们多见于什么呢？一个是晕染这种处理啊，背景色的一个处理，还有一个就是云朵的画法啊，云层的画法，还有就是晕染当中大理石纹路的画法啊，像这种大理石纹路一层一层啊，还有它旁边白色这个一层一层压上去的这个效果啊，就是同色之间叠色啊，就比如说你看。我来一笔红色，对吧？然后等它干之后，然后我再叠一下红色。其实，在纸张上这个是不明显，但是在指甲上，这个同色系叠色是非常明显的啊。我们先来讲这个多色系叠色的一个方法，再来讲同色系叠色啊。那比如说我在它旁边，我再想加点啥？再加点随便找一个玫粉色哈。来讲一下这个啊，我们可以给它这样去叠一下。其实可以中间这个位置可以让它稍微晕一下啊，不晕也行啊。晕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干画法的一样，我们可以说点一下，或者说扫几笔，或者说给它这样去打圈啊，让它这样融合是可以的。在甲面上去给大家实际操作一下。我们拿一个。来啊，取水量肯定这个时候要少一点，要不然它怎么能干呢？对吧？看啊，如果铺背景色的时候，我这个颜色它基本上已经干掉了的情况下，我把另一个颜色接进来，它俩没有那么相融了，是吧？比如说红色。没有那么相融了，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把红色接进来之后，然后你再带到这个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笔抬起来啊。首先我得先铺色，对吧？铺完第二个颜色之后，我把笔抬起来啊，抬到上面去，稍微走一点点 Z 字形，或者说打圈啊。基本上我是走这个是 Z 字形的。然后的话啊，它俩颜色如果还有相接不自然的地方，我把笔洗一下，看这么多颜色了，把笔洗一下。在干净的纸巾上吸走水分之后，然后再到这个上面，我再走一遍这个 Z 字形，它两个颜色就会衔接的非常自然，看到吗？我再来一个颜色啊，再给大家再看一遍。比如说这个颜色是一个这个啊，看啊，这样让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它跟这个粉色，你看这个时候。即便说我再去覆盖到这个粉色上面了，它们两个颜色中间还是会有一个边界线，其实就跟这个干接法这不一样嘛，对吧？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可以按照干接法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处理就把这个颜色加进来之后，给它打到 Z 字形，走个小圆圈啊，绕一绕，把笔抬起来，绕两下，再压下去，铺两下。就反复过来这么揉一揉，走一走，但是笔尖的含水量一定要少啊，要不然它融到一起，它相当于是把那个颜色就洗掉了，是吧？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方法的话，我们没有就是铺底色的情况下啊，没有这个方法常用。那叠色的话，其实我们最常用的还是同色系叠色啊，在指甲上的话。这个的话，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方法啊，也是取这个叠色的话，就是含水量要少。其实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叠色，其实就是
教大家做这个渐变色的时候画山丘，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叠色法。等它这一遍干掉啊，在它的边缘线这个位置再来一笔，是不是啊？它就会有一个这个位置，它会有一个边缘线。再来。这种然后也可以是，反正就是横七竖八这样给它这种方法就是互相一层错一层的这种方法，就是叠色啊。